2008年，一个自称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的神秘人物发表了一篇名为《比特币：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》的论文，首次向公众介绍了比特币的概念。之后，它便神秘地消失了。比特币的起源真的就没有一点先兆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，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，我是摩西。比特币作为第一种也是最广为使用的加密货币，自从它出现以来就一直环绕着种种谜团和争议。它的出现不仅颠覆了我们对货币和交易的看法，而且为技术爱好者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虽然许多人对比特币持怀疑态度，但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它的潜力，并投身于这个新兴的行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比特币逐渐获得了主流的接受。从最初的地下社区到现在的主流金融机构，比特币的影响力日益增强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关于它的起源和背后的动机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推测。其中一个流行的观点是，比特币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的一个项目。这一观点认为，由于 NSA 在密码学研究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，因此它有能力和动机发明这种加密货币。这一理论得到了一些支持。1996年，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的研究员 Lori Law、Susan Sabat 和 Jerry Salinas 撰写的一篇论文 How to Make a Mint: The Cryptography of Anonymous Electronic Cash， 中文译成如何制造一枚硬币匿名电子现金的密码学的论文，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比特币的概念相似。这篇论文详细探讨了匿名电子现金的概念，描述了如何创建一个安全、匿名且不可追踪的电子交易系统。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加密货币原型，使用户能够进行匿名交易，同时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足够的信息来防止欺诈。这篇论文的核心是对数字签名和盲签名的使用。盲签名允许一个人获得另一个人的签名，但签名者不知道他们正在签名的内容。这为电子货币交易提供了匿名性，因为银行可以验证货币的真实性，但无法确定货币的来源或去向。但这种观点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，因为比特币的主要创新是其去中心化的性质和使用的工作证明算法，而 NSA 的论文则依赖于一个可靠的中央权威。对于比特币技术的真正独特之处，其去中心化的设计， NSA 的论文与之有很大的不同。加密货币怀疑论者 David Rosenthal 在其博客上写道，因此国家安全局会开发一个去中心化的、不需要信任的加密货币作为货币生物武器，这将损害他们自己政府的功能，因此这种推测是不合理的。然而，另外一些人持有和 David 相反的观点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已经结束的内部研发项目，其中一位研究者或许认为这样放弃太可惜了，故而选择了秘密发布。比特币大 V Nick Carter 在其推特上写道：那比特币的起源是一场阴谋论吗？也许是的，因为历史上也有先例，比如被广泛使用的公钥加密算法 RSA 是由 Ron Rivest、Adi Shamir 和 Leonard Edelman 于1978年公开发表。但在他们公开这一技术之前，英国国家通讯总部 GCHQ 的数学家 Clifford Coase 在1973年已经秘密地发明了非常类似的技术。公钥密码算法是颠覆性的创新概念，它允许两个人或两个实体在没有预先共享密钥的情况下安全的通信。在公钥密码学中，每个实体都有一对密钥，一个公钥和一个私钥。公钥可以公开分享，而私钥必须保密。信息可以使用公钥加密，但只能使用相应的私钥解密。公钥密码学是比特币和许多其他加密货币的关键组成部分，因为它允许安全的交易和身份验证。此外，公钥密码学也是现代互联网安全的基石，它在许多应用中都有广泛的使用，
包括安全套接字层 SSL 和传输层安全性 TLS， 这些都是互联网通信的安全标准。而 COS 对公钥密码算法的研发是在 GCHQ 内部完成的，并且被认为是国家机密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公开。直到1997年 GCHQ 才公开承认，他们在1970年代初已经独立发明了公钥密码学技术。那么比特币是否也有相似的起源呢？这个也许要等到日后的某天才能揭开谜底，或许永远也没有这样一天。不论如何，比特币无疑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金融现象之一。无论你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，都不能否认它对现代金融系统的影响。近年来，比特币的价格经历了几轮的大幅波动，但这并没有减少人们对其的兴趣。相反，它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。许多人认为，比特币的未来仍然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。也有人认为，比特币可能会被其他更先进的加密货币取代。但不管怎样，它都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技术和金融领域，这将影响我们未来几十年的生活。给本视频点个赞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